学，我们现在就来赶快看一下印尼文的词汇跟语法。基本上呢，印尼语呢，它的词汇语法结构有10大特色。这10大特色分别是主语跟谓语、词序跟及物性、否定词、礼貌跟人际关系、疑问词、动貌标记、主题、时间、形容词子句以及词缀与重叠。先不要被这些个专有名词给吓坏了，一点都不难。我们现在就一一的来看这10个特色的例子。首先，我们先看印尼文要讲出一个句子来，一定要有主语跟谓语的区别。所谓主语呢，就是你所要谈论的内容。那么，常常主语呢是一些比较旧的讯息，所谓的谓语呢是一些新的讯息。譬如说下面的例子，我是潘家贝，我是主语。那么我是谁呢？潘家贝，这个是谓语。那我是谁呢？我是阿芬达。所以主语跟谓语就是这样子一分为2的2个部分。我们现在来听老师念一下。Saya Ganda Christian Panggabean。Saya Afrinda Samosir。Kami belajar di Taiwan。所以这里除了刚才的主语、谓语的地方是名词以外，谓语也可以是一个动词的结构在里面，加上一个地方的这个词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印尼文的词序。印尼文的词序呢，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只要你知道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那么主语跟谓语是可以调换次序。如果你特别要强调那个谓语新的讯息，你会先说那个新的讯息。而且要注意哦，当你在说谓语的时候，因为是新的讯息，所以它的重音一定在那个谓语的上面，主语声音会比较轻。那当然也可以有主动跟被动，主动跟被动的时候，主语都是在前面的。我们现在特别要注意老师的音调。来，我们现在请听第一个例子。Saya orang Indonesia。Orang Indonesia saya。听到了吗？刚才这2个例子 ，saya orang Indonesia，orang Indonesia saya， 所以它这个的语调是可以告诉你哪个才是谓语最重要的讯息在哪里。我们再来听一遍 ，saya orang Indonesia 跟 orang Indonesia saya。Saya orang Indonesia。Orang Indonesia saya。所以听出来老师的语调有所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看下面2个例子。Anak itu mencari katak itu。Katak itu dicari oleh anak itu。所以这2个句子基本上语义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所以它也是主语跟谓语这样子的结构。只是后面的被动是要先讲 katak itu 那个青蛙，那个青蛙怎么样呢？ Dicari oleh anak itu， 我们请老师念一次。Katak itu dicari oleh anak itu。接下去我们看第3个，印尼文在否定的时候是很有特色的哦。它要看你到底是否定名词还是否定不是名词的东西，所以有2个区别。如果是否定名词，要用 bukan。如果是否定不是名词的其他的动词或者是介系词，要用 tidak。我们请老师念一下。Saya bukan orang Amerika。Saya tidak datang dari Amerika。除了这个否定名词跟否定不是名词以外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已经跟还没，这个在印尼文常常使用。我们来听一下例子。Dia sudah belajar bahasa Indonesia。Dia belum belajar bahasa Indonesia。所以各位听到了吗 ？Sudah 跟 belum 这个是常常使用的，已经 sudah， 还没 belum 啊。第4个例子我们要看的是印尼同学、印尼人一开口就要表现他跟你之间的人际关系，他怎么称呼自己，怎么称呼你，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先来听听称呼自己
跟称呼对方。Saya, aku, Anda, saudara, kamu。所以，如果平常我们的关系比较生疏一点，或者呢我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比你的高，那么我会称呼我自己 Saya。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的关系很紧密，我们的地位也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那么我会称呼我自己阿姑，表示跟你是非常紧密，我们是同船一命，是同样一种社会地位跟背景的。那除了称呼自己外，称呼对方，那就要看对方如果跟你的关系是很疏远的，那么印尼人发明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叫做 Anda。要不然的话，一开口就要想你到底比我高比我低，跟我远近太麻烦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Anda 在这个广告里面使用的非常的频繁。那当然，除了 Anda 以外，比较常用的是，如果是兄弟姐妹，那就是 Saudara。当然，兄弟姐妹不用是真正的兄弟姐妹哦。好，那还有 kamu， 就是比较关系亲密的，或者是你的地位比我的稍微低一些，或者年龄比我低，那我可以叫你 kamu。那另外第二个例子就是请求跟邀请，也会表现出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如果你要请求别人的话，你会说 Tolong, silakan. Tolong 是请求、麻烦的意思，那 silakan 是邀请，所以你请别人请进、请坐用 silakan。如果你要他帮一个忙，那你就说 tolong。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两个例子。Nanti malam saya ada di rumah. Silakan ke rumah saya. Tolong pergi ke sana. Barangkali masih ada di sana. 接下来我们看疑问词。印尼语的疑问词呢，有两个主要的区别。只要是跟人有关的，要用 siapa， 其他呢跟人没有关的就用 apa。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区分，我们一定要知道。譬如说，你叫什么名字，在中文里面会说是什么，对不对？可是，在印尼文里面会说你的名字是谁啊？那我们现在来听老师念一下。Siapa? Nama saudara siapa? Apa? Saudara belajar apa di san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印尼文里的动貌标记。印尼文呢，跟我们中文一样，不会在动词上面表达非常复杂的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的变化，不像英文那个样子，它是比较像中文的。所以呢，既然跟中文很像，跟我们中文常用的一些表达时间相关词汇就很相像了。譬如这里有三个 ，baru 刚才 ，sudah 已经 ，belum 还没。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三个例子。Baru 2 tahun Bang Ganda di Taiwan. Sudah 2 tahun Bang Ganda di Taiwan. Belum 2 tahun Bang Ganda di Taiwan. 所以这三个句子基本上是很像的，唯一不同的就是 baru、sudah 跟 belum。接下来我们看印尼文，除了刚才前面所说到的主语跟谓语以外，还有一个跟我们中文很像的，就是它一开口常常也喜欢像我们中文一样，会把主题讲出来。比如说，我家里有3个人，那我就是这个事情的主题，我这个人呐，对不对？家里是这个主语，有3个人是谓语，所以它这个说法跟我们中文是有很相像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上面这一句 Bahasa Indonesia orang Taiwan itu baik sekali. 好，所以这里主语是那个台湾人的印尼语啊，怎么样呢 ？Baik sekali 很好。那么这么长的一个句子，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拆一下，因为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提，譬如说那个台湾人呐，很好，什么东西很好呢？他的印尼语很好。或者是那个台湾人呐，他的印尼语呀很好，好，这种说法都可以。我们现在听第二个 Orang Taiwan itu baik sekali bahasa Indonesianya.
Orang Taiwan itu bahasa Indonesianya baik sekali. 所以各位看到，如果是谓语的地方，重音上面的，譬如说第二句 Orang Taiwan itu baik sekali bahasa Indonesianya， 那个 baik sekali 是谓语，是最主要的部分。那最后那一句呢 ，baik sekali 在最后，所以重音要在这个最后的那个谓语上面。我们再听老师念一下。 Orang Taiwan itu baik sekali bahasa Indonesianya. Orang Taiwan itu bahasa Indonesianya baik sekali. baik sekali，有没有听到？老师特别强调的是谓语那个地方语调的重音在谓语上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时间。 Perginya tadi pagi. Perginya nanti malam. Baru pukul 1:30. Sudah pukul 2 kurang seperempat. 刚才前面两句 tadi pagi 跟 nanti malam， 今天早上跟今天晚上，所以我们可以用时间的词汇来表达先后的次序。最后两句呢，1点半其实就是 setengah dua， 是2的一半的意思。1点半就是一半的2，是1点半。那么1点45呢，是2点差1/4。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印尼文非常有特色的 yang 这个字啊，是常常使用的。 Mahasiswa itu dari Indonesia. Mahasiswa itu belajar di perpustakaan. Mahasiswa yang belajar di perpustakaan itu dari Indonesia. 所以是将第一句跟第二句结合起来以后 ，mahasiswa 怎么样的 mahasiswa？yang belajar di perpustakaan itu 那个在图书馆里自修的学生从哪里来啊 ？Dari Indonesia。最后一个是印尼语里面的词汇的重叠跟词缀。 Orang-orang ini sedang apa? Mereka bercakap-cakap. Mereka menunggu bis. 所以这里呢有2个前缀，一个是 ber， 第二个前缀呢是 menunggu 的 men 的部分，另外重叠 cakap， 聊天的时候要 cakap， 要一直重复啊。那这些特色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都会逐渐介绍的。还有 orang 也是重叠，表示这些人这么多人啊，它的数量多。好，这10个特色，同学们觉得看完了之后，印尼语的发音、词汇、语法跟中文比较一下，你觉得最不相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